仰视太极拳之 2.4 肘下看捶，肘底看捶。拳理：全身是手，手非手。严重警告：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由于我们这边说的是武术，而非养生，所以希望所有的人能宽容忍让。这是我老师每次教我时所强调的。我老师每次都会提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及宰相肚里能撑船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身左手断过没接好，所以经常的左手会不到位，特别说明一下。前一个影片已经说过，杨氏太极拳每一个段落都有特殊的拳理要表达，而这个段落要表达的就是全身是手，手非手。我们先看打拳的形。当然的，只看拳的外形，没解说，不知道用法，就会不知道如何全身是手，手非手。肘下看捶基本上可以分成2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在许多拳趟已经不见。第一个段落基本上可以看成单边的变招，也就是在做单边时，因为身高或对方拳的位置偏高时的变招。也可以第一手用肩顶对手的右手，使对手往前跌，当对手抗住，再顺其力量做摔打。另外，肘下看捶也可以看成单边的接续动作。被做单边时有一个解法，那就是用左手直接做扑面。当对手如此化解我单边时，最直接的对应方法就是肘底看捶。当对手直接用扑面来应对我单边时，这时我就用肘下看捶应对。再来，这个就是重点，也就是第2趟的一个拳理重点：全身是手，手非手。这是一个在武术上很高级的观念，功力不足及身体柔软度不足就很难使用，也很难懂。功力主要在听劲以及缠丝以及松柔圆滑。听劲、缠丝、收柔圆滑是个大题目。特别听劲及缠丝需要手把手的训练，或者有好的对手慢慢磨。后续我们会想办法表达。全身是手，手非手。我的老师在太极拳第2趟时特别强调这个观念，但是说的很简单，其实这个观念有点难懂，是过了好几年我才搞清楚，大于10年。
当然的，说简单也很简单，只是很简单的观念，我们就从简单的观念入手。当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，没学过拳的大概只能用一只手，学过拳的就会用两只手，这样就很容易获胜。可是当大家都练过，每个人都用两只手，那就除了功力，也就是速度跟力量之外，就要技巧了。前面第一趟有许多事例有一手制住对手双手，也就是用挤的观念达成一手制对手双手，这也就是高阶的用法。假如把挤改成现代的推人出去，那这个高阶的用法也就消失。这个就是使用技巧，用类似魔术手法，用一只手将对手的两只手困住，那您就多对手一只手。这里的观念是除了本身两只手外，要想办法制造出另外手的功能，也就是要比对手至少多一只手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就是创造出第三只手。我们在这里以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如坐里破骨时，我们一般用的是两只手，请看影片。这个就是用手的。当然的，您也可以用肘。你有想过用肘跟用手的区别吗？这个是用肘的。原来拉。区别是，用肘除了感觉更有力之外，只要做下一个左手攻击，就会更为方便，同时更接近对方。我们再进一步用肩。再试。这里我们就是用左肩来当成另一只手，顶住对手的手。这个顶住要能持续的压制对方，听住对方。这时左手是腾出来的，相对就可以做其他攻击动作。当然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功力以及足够的松软。最重要的重点是，肩顶的功能跟左手的攻击功能要同时存在。一般人大概只会存在一种功能，这就是难练难懂的地方。左手打脸。OK。左手打脸撩阴。好，撩阴，看看。好，撩阴出去，挡的时候出去，对。打脸后直接发出去。会飞出去对。会啊。对，好。这个就是初阶的全身是手，手非手的观念。之后其他式子还有，我们会一一说明。在接下来的动作，肘底下的捶。不知您有没有好好想过，为何是肘下捶或说肘底捶？其实答案很简单。这也是个魔术手法，重点是左手的手掌要在对手眼睛附近，这样会造成对手的直觉上有威胁，会注视您的左手。而右手在我左手之下也有隐蔽效果，两项的操作就可以达成迷惑对手，不知道我的右手要攻击。而延伸出来的就是，我的右手不一定要在我的左手之下，只要在对手的手下，一样有相同的效果。这些其实都是在武学上非常高级的观念，而且在真实的对打，您将会发觉肘下捶真的很难防。所以我们门内会有一句
手下有手，夜里花。最后就是腿了，同样在最后这个肘下垂也是单重，重心在右脚，而左脚就是低脚位的踢蹬勾踩，也就是手脚并用，其中蹬踩最容易做，也可以让敌人腿部受伤，加上手部的动作可以让敌人往后摔。这是勾脚，这是踢，这是踩脚，这是踢踩后脚直打。还是老话，太极拳的腿通常都是很隐蔽的。至于这次所说的干扰视觉，在武术上是高级观念，其实在一些现代武术好像已经是公开的姿势，只是相对的，我们的传武好像是要把它藏得很深。假如您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也觉得不错的话，除了订阅按赞之外，亦欢迎分享，让大家认识这套太极拳。假如想要查看其他影片，可以点击视窗左下方圆形图像，就可以进入频道页面查看所有的影片。请点击此处。